我们结婚有15年了。这15年当中啊，确实，也有痛苦，也有快乐，酸甜苦辣都有了。去年呢，因为我确实受不了他这个脾气，去年4月份我们就离婚了。现在呢，他又想和我复婚，我呢也想复婚，但是呢，不知道我们这婚该不该复，因为我不知道我们复婚以后的会不会幸福。确实说我很纠结，也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曾经的夫妻会重新走在一起吗？掌声请出这一对，掌声有请。男嘉宾宁先生35岁，来自安徽；女嘉宾盛女士37岁，同样来自安徽。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结婚多少年？结婚15年了。有孩子吗？孩子14岁了，是个儿子。跟谁呢？现在跟我前夫。离婚多少年？去年4月份离了。为什么离婚？他老是打我，一直都没有改，打怕了。第一次嘛，我记得很清楚，我儿子不是半个月的时候嘛，因为我们家里边就那时候很穷，我们的经济来源呢都是靠父母。我就说，半个月了，我自己也能洗那个尿布什么的。我说爸妈，你们找看看哪天出去就是打工吧。然后他听了，他就是打我。等于你还没出月子是吧？对，半个月的时候。啊，他就打你。对。原因是你希望公公婆婆出去打工，他就打你。为什么打他呀？爸爸妈妈辛苦，我们成立这个家，他自己讲什么出去就是不出去，你干嘛撵他出去呢？那你可以好好跟他说，你干嘛打他呀？这是第一次打是吗？紧接着就是孩子几个月的时候，孩子不就是说他在屋里睡着了嘛？我就到门口串一下门，回来的时候呢，我知道我儿子睡觉就是说一会醒一会醒的，我赶快就回来了。那小孩这么小，你不在家看他，你干嘛出门？我看我回来的时候啊，主任你不知道，回来的时候他就这样挡着那个门，我就知道我会挨打的，我就进去了哈，赶快就抱着孩子，然后抱着孩子的时候，他又揍我打我一顿。小孩这么小，你干嘛出去串门去？不是在家带他？那你为什么不在家带呢？他在家里了，他妈和他都在家里。我在家，我和我妈带他不放心。谁不放心啊？他不就到邻居家串了个小门吗？孩子睡个午觉吗？主任，他是全面理由，他每次打我就是说我打过你了，你应该挨打，我就该打你的。他每次都是这样子，你知道吧？就是他认为打你是一个我有错，那就说打你是个家常便饭是吧？他打你最狠的一次是为什么事儿？你还记得吗？打成什么样？还有很多了，就是说，不太狠的一次哈。家里不是买鸡蛋嘛？买鸡蛋呢，他和几个朋友在打牌，我就说，老公，你和我一起去买个鸡蛋，等一下你提过来。我这样跟他说了。那我和你一起去买了吗？我和几个朋友一起打牌。买的时候呢，一点面子不过，你让我起来。他确实说话跟我一起去了，呢，很生气。买好了呢，他也不主动提，我就说你买鸡蛋怎么不提？你看你每天打牌这样子，好像我说恼他。你不管这个鸡蛋了，上起来就往我脸上烧，扇到当时我那个眼睛都冒那个火花，都看不到什么。在我看不到什么的时候，可是吧，他老家有那个洋槐木的那个板凳很重，拿起来就打。那个朋友场你干嘛不给我面子你？我起来的时候，主任你不知道，我起来的时候吧，我起不来，根本就起不来，打得这么下。你的面子就是打老婆吗？不是，他搁朋友场一点面子不过，让我去买鸡蛋，我跟他去买了。不是，这不是这过日子必须的吗？这有什么不给面子的？他给我朋友场的一点面子都不过。行吧，反正就是我这么听起来就是10几年的婚姻一路在打是吧？那你去年为什么离的婚啊？去年呢，就是说2个人下班了去买菜，我儿子喜欢吃那个鸡爪，我就多买了一点。这个店主呢是我的女朋友，我就和她多聊了几句，她就问我，你怎么买这么多的鸡爪？你们3口子能吃得完吗？我说多煮一点放那里，留我上网的时候吃。我就是这么说了一句话。回到家里边，他拿那个鸡爪，很大的一包鸡爪，往我脸上就去撒。我就一个一个捡起来。本来你上网聊天，我就捡那个鸡爪哈，我就一个捡起来。我听明白了，不管什么原因打人都是不对的，打人是犯法的。是我知道打，你知道吧？但是在这一段事件当中，男生提出了一个就是没有妻子是上网聊天的是吧？上网聊天了。是的，他就是上网聊天。我就是和我朋友了、同学了，这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是吧？你上网，你老是跟人家视频干什么？这是很正常的事。他跟什么人视频？男的。男同学了有什么事？其实男同学哥们都已经结过婚了，然后你老婆也在的。好，我儿子也在的。好，男生，你客观的评价一下，在你跟女生的婚姻存续期间，女生是个什么样的女生？在结婚之前挺好的，也会过，
对你好吗？对我也好，他就是爱一个上网，爱上网聊天。这个聊天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呢？就是他聊个男朋友，在婚姻内就聊了个男朋友，离婚后。离婚后，好，女生，男生在婚姻存续期间内，除了打你之外，这个男人怎么样？说实在的，家里很穷，很会干活，很吃苦，从来不抱怨，也不说他累，除了打我，吃穿很讲究我的，儿子都放在第2位，就我放在第1位。儿子放第2位，媳妇儿放第1位，这是前妻对于前夫的一个评价。你们是去年4月份离的婚，对不对？对，是的。很快应该女生就有了一个男朋友，对吧？是的，确实也是在网上找的，确实是我是找的。而且这个男朋友还比女生小11岁，是不是？是的。那这个小伙子是在离婚前找的还是离婚后找的？离婚后找的。更让人觉得荒唐的是，他会觉得前夫一个人很可怜，于是把他自己的女朋友介绍给了他自己的前夫，有没有这件事情？有的。为什么这样？我想我儿子，我就来看儿子。看儿子呢，我确实说，因为除了打我，他不是挺关心我、疼我的嘛，我又感觉到很孤单。我好像是通过这个事情，我就看他是不是想找或者怎么样，心里有没有我。我就是这么想。你们俩生活和日子过得可真够乱的。后来你跟他的女朋友好了吗？好了。好了。联系我。你们夫妻俩算扯平了是吧？他找了个26的，你找了一个他女朋友，还笑。接下来女方就开始不甘心了是吧？是的。说是你把你前夫和你的女朋友给拆散开的，对吗？是的。为什么拆人家呀？那家里边的房子是我盖的，车是我买的，是我一手打下来江山，我心里当然是不平衡的，不甘心。我想打下来江山，我为什么让他享用？我当时就这么想。然后我一想想我前夫的好，我还想只要他改掉不打我，我觉得这个日子还是可以过。后来是那个女的走了，还是你跟那个女的分的手啊？我和她分的手。为什么？因为我们聊了一段时间，我过去到那里看她，她老是打电话，黑白打电话闹人家那个女的。当天我们2个生气了嘛，她送到我车站，她给我买车票。当天回宁波晚上没有，买到第一天早晨。他知道那候车是8点钟，好像就是关门了。他明知道关门，他还让我留在那里，让我在那里等了一夜。等了一夜，我当时我就想起我前妻了。也就是说你在心里还有他。这次复婚是谁提出的？我提的。你什么意见和态度啊？其实我们都有这个意思，想复婚了。然后有一次呢，他妈就是我婆婆。他又从老家来，天很热，我说咱自家有车，你开着车去接妈。然后我就打电话给他，打第1个电话，他就敷衍我说，我怎么在干活。然后打第2个电话，他把电话接通了，他放在地上不说话。打第3个电话的时候就关机了。然后回到家他就骑了个电动车，我在家里给儿子洗衣服，来到家里他就用那个电动车压我，然后又牛人的打我一顿。然后他说你给我滚，我现在和你什么关系？我情愿一个人过。那意思不就是说我们还没有复婚吗？那不是那天中午跟几个朋友喝点酒吗？那你喝点酒，那你又打我了是吧？那不是你打电话也不说清楚，你不说。你怎么会用电动车撞啊？我生气嘛。我挺好奇的，你怎么有那么大的胆儿，还敢跟他在一起过呢？因为毕竟儿子也14岁了，在没离婚之前，他不知道我儿子几岁，也不知道我儿子读几年级。其实人也挺不错的，就是不关心，没有这个细心，没有这种心意。我没有时间关心你，我要干活挣钱。你知道吗？我很不放心的，无论他找一个什么样的女人，我都不放心我儿子的。然后我儿子沟通什么的，都是和我说话什么，从来不和他爸说的，因为他就是说也可能是没有文化吧。那你到底是因为儿子还留恋这个家，还是因为留恋这个男人，所以留恋这个家呀？这不是从去年回来到现在不都没打我吗？我认为他改了。我还是想和他一起过的，现在不就是打我了吗？我就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了。我就想来到问问老师，我是应不应该打你还是因为你个朋友上不过6面子？是我应不应该那个后悔？我问你件事儿啊，你做错了事儿，我能打你吗？不能。能吧？不能。那下一个问题就出来了，你能不能真实的跟我们分享一下，每次当你抄起凳子或你举起手要打你前妻的时候，你心里是怎么想？我知道答案不对，但是他做的也不对，他就是好上网聊天，就这他不能改。你还想跟他过吗？想。那你能控制住不打他吗？能，只叫他今后不要上网聊天。那他肯定还有的时候会撅你面子啊，要面子吗？不要了啊。
哎，为什么喜欢上网聊天啊？他呢，就是说读了初二，没有什么文化，基本上信息都发不全，很难跟他交流，是吧？没法跟他交流。也就是说，你自己认为在精神上他没法跟你沟通，你在网络上找精神的沟通和慰藉，是吗？是，但是我也不说我就家暴了是怎么样，但是我都会跟人家说我家庭很幸福，我就说我只是想聊聊天，彼此想沟通一下，我们找个同龄人聊聊天啦，或者怎么样。那你一般都跟网友聊些什么呢？就聊些生活啦，还家庭啦什么的，就是这样子。我别的我也没聊过什么。你跟网友聊的时候，你开心吗？也没有。那干嘛还聊啊？他说的不是这么夸张，好吧，主持人。他就说要想打你的时候，你的学历是什么学历？哦，我高中。你就觉得你们俩有思想差了是吧？没有，这个他不给我发这个信息，或者网上 QQ 啦、微信上不聊天也是可以的。就是我一给他打电话，他说你看，打电话多烦，就是不想叫我给他打电话。然后呢，不是我烦，我在哪里上班？你一天最少10个电话。主持人是这样的，我不是上夜班嘛，我是一直长夜班的。他呢就是说白天干活，我们是半个月都差不多都是不说话的。这样子，因为有很多事情，那肯定要通过电话来交流，是吧？但是说他一打电话，他就给我挂掉。你们俩其实说白了就是生活不在一个节奏，或者不在一个平行线上，是吧？所以你希望跟他电话里有沟通，对，他会嫌烦。对，好啦，问题就留给老师们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女方为什么要再次回到他身边？我确实认为说他可以改变的，因为我离过婚这1年哈，我回来他能改变什么？你觉得他只要不打你，就可以在一起？是你要求来的，还是他要求来的？一定是你。其实我就是想让各位老师说教育教育他，去开导开导他，只要他改正了，不打我了，我还愿意跟他过的。是不是你是这么想的？其实他一次又一次跟你保证过。我下次一定不打你了，但是每次还是打你，所以你觉得得让我们来教育他，让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见证，他说了不打你，你信吗？男生，你自己非常大的问题，就是不能自控。是我承认，是我不能自控，每次打他就脑子就老是想他上网聊天，而且你非常的自卑，你没有安全感。是。因为他上网聊天，你自己很自卑，所以你唯一用的方法就是家暴。我告诉你，什么样的男人最弱小？就是把自己的手挥向自己的爱人的男人是最怂的。没有本事在外头闯一片天地，让自己找到在家庭当中的自尊，而是举起你的双手，居然还用椅子或者是摩托车去撞，你这是在犯法，你在犯罪，你知道吗？不会。绝对不会打他。不管今天打人的原因是什么，打人就是错的，明白吗？我知道是错的。而且我认为你并没有能力可以保证你不打人，因为你已经保证过无数次了。你现在的保证也只是此刻此分此秒。你在喝点酒呢，他在上网呢。我想跟女方说的是，我实在非常非常不想用这2个字，因为我自己说出来的时候我都心痛。我们千万不要做一个找打的人。在心理学上有一个名称叫做斯德哥尔摩症候群，讲的是绑匪绑了人质之后，在长期的压迫之下，人质竟然爱上了绑匪。因为当被害者长期在一个危机跟危险跟恐怖的环境下受到极大的威胁跟压力的时候，只要加害者打人的那个人稍微表现出一点点的好，被打的那个人就会觉得天哪，太美好了，他真是个好人。当我们被打惯了，你会告诉我说，只要他不打人，其实我是可以跟过下去的。这世界上不打人的人可多了呀，每个你都要跟他过下去啊。我们跟一个人在一起的原因绝对不是他不打人，这标准太低了，这哪叫标准啊？我们跟一个人在一起的原因也不是他是个好人，而是他跟我在一起，我有满足感，我觉得幸福，或者是我们能够让彼此幸福。你跟他在一起根本不满足啊，你嫌他跟你不能沟通，要不然你就不用上网了。所以我很少在这里说这么坚决的话，不管你们的决定是什么，我都不认为你们应该在一起。一天给你一个吻，突然有一天不给，你说你不爱我，
一天给你一个巴掌，突然有一天不给，你对我真的很好，这是人的一种错觉。就像刚才寇老师所说的，我听你们的话就仿佛像听在一句话，就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秀才对兵说你哪都好，就是打我。兵对秀才说只要你不上网，我绝不打你。一个恃宠而骄，一个喜怒无常，一个喜欢挑逗，一个喜欢战斗，这就是你们之间的状态。其实仔细听上去，其实觉得很奇怪，因为女生提出的要求并不多，只要你不打我，这听上去是一个非常绝望的要求。而男生的要求也很简单，只要你不上网，我就能跟你好好过。这叫什么复婚理由？有些男人表达自己的情感，表达自己的愤怒，可能就是拳脚，甚至他还认为我打你是因为爱你，他管自己的女人。当然这个前提是打人一定是可耻的，那是禽兽的行为。但是对于他这样的一种文化程度，或者是他那样的一种环境当中，我相信在你们那个村子里，打女人不是你一个。是的，其实这是个笨拙的男人，不太会去表达自己的情感，他唯一的方式就是用自己肢体语言的方式。但是这个女生比这个男生就不一样，你的心思比他要活泛得多。看看你时尚的造型，染了红色的头发，居然一上网离婚之后就能找到一个比你小11岁的一个男大学生，你跟他相比简直就是两个段位。你对于生活的时尚的理解，乃至于对于一些文化的理解，你和他之间的差异太大了。你甚至有的时候会感觉到在夫妻的一些生活当中，你会跟他觉得就像有理说不清，彼此之间牛头不对马嘴，你会有一种这样的感觉。但是当你离开他之后，你去跟一个大学生恋爱的过程当中，你似乎又会觉得自己有点不尴不尬。在他面前你是个时尚的宠儿，但是跟他们比起来，你就自己又有点落后。平时他也应该很听你的话，但只是他不允许你心思活泛，他就觉得你抓不住，没招没落，所以他选择了一种打的方式让你来臣服。这个婚姻当中有他不可避免的打人的问题，但是你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个巴掌拍不响，如果没有人挑逗，我相信大部分人是不会选择战斗。就这样。谢谢老师。其实呢，听了老师这么多的话哈，其实我现在也坦白一点，结婚这15年来，我也从来都没有爱过他。真的，我老师说了，我也诚恳的坦白一下。有了儿子嘛，也就是说这个家女人嘛，能随女人过日子嘛，也就是想过，也就是老师刚刚说的，也就是为了生活吧。但是我离婚以后找了这个小伙子呢，以后呢，我感觉特别的不靠谱。现在呢，我又想回到我前夫身边。我想他虽然说一句完整的话都不会说，或者说一个完整信息都不会说，我感到还是这个男人挺可靠的。我感觉到我离婚以后就去找，我觉得其实挺对不起他的。来到这个舞台，来到这里，我不是说老师看到他，其实我想，我每一期的爱宝我都在看的，蒲老师和曲老师的每一个段的话说的，我都记在心里，好像就在教育着我。我也想承认个错误，我也想向我前夫承认个错误，我真的对不起，我没有好好的爱你这14年。你那段话说的特别真诚，经历了那样的小子才知道老实巴交的老公才是一个回归之道。可是为什么生活都要给你铺满了路了呢？你们这样做想过对儿子负责任吗？没有啊，所以多混乱啊！就是想好好你能过混乱到说把自己的女朋友都介绍给自己的前夫，可想而知两位过去的生活底线是个什么样的。不管怎么说，即使女人从来没有爱过你，你也没有权利向一个女人动手。我们反对家暴。两位请回，谢谢你们。来，请关门。我们来看看他们自己最终的一个选择结果。5、4、3、2、1。思布集团天使。5、4、3、2、1，请开门。
Say goodbye。想到这个结果了吗？想到。也许前期会有这么一个考虑，是说我们再真诚的面对一下自己，重新面对一下这段婚姻。我们先不要那么急，我们再冷静一下的去考虑一下这段感情，愿意吗？愿意。好，谢谢你啊，秦晖。